你这人走路怎么不看道的？女子声音软软绵绵，没有一点威慑力，让对面的谢渊给怔住了。江南人士。虽说他谢渊不欺生，但是也不会让别人撞了还倒打一耙，哪怕对方是位女子。于是谢渊薄唇轻启，正想开口，可对面的女子却突然抬起了头。以前谢渊经常听好友说起，人呐会偏向长相好看的人，他总是对此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再好看的容貌那都是一副皮囊而已。可是今日他才知道，以前的他是没遇到那个让自己能够偏向的人。更何况看着面前的少女，反驳的话已经到了嘴边，谢渊还是咽了下去。你都撞疼我了，即便你长得好看，撞到了人也要道歉的，不能耻美行凶。耻美行凶，这次倒是新鲜。抱歉，我原谅你了，以后走路注意些，下次你可就不一定能遇到我这般好脾气的人了。多谢姑娘提醒，以后我一定注意。这男人笑起来真好看。江明月都看呆了。可需去医馆？不用了。连连摆手的江明月重新赶起路来，他可再也不敢低头走路了。小红，吃饭了，身体可舒服些了。江明月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姐姐，直到现在还有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他很怕这是一场梦，他怕这是一场美丽的梦，梦醒了姐姐就会消失不见。还是很不舒服吗？话音刚落，弟弟突然扑进了他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其实早在弟弟生病之初，江明月就发现了弟弟的不对劲儿。他们虽是亲姐弟，可性格却是南辕北辙。其实无论前世今生，江明月都是被家人们娇养长大的，只要他开心，怎么样都行。凡事家人们都是替他安排的妥妥当当，轮不到他去操心。所以过往那么多年，江明月过得都是极其安逸的，也就造成了他性格单纯、偏软、活泼，吃不到苦，又有一些小小的娇气。可是弟弟江明宏和他则是完全不同。3岁启蒙，6岁开始就随着爹爹一起待人接物。弟弟虽小，却比他还要稳重独立懂事。江明月垂着眼帘，看着怀中小小的少年，想到弟弟反复高烧那几日断断续续说的那些胡话，他灵动的眼眸微微的闪了一闪。阿姐，对不起，这段时间让你担心了。傻瓜，生病是不可控的，只要你好了就好了。我喂你喝药。好。江明宏低头看着姐姐拇指上的水泡。被烫伤的时候一定很疼吧？姐姐以前哪里做过粗活呀？背井离乡之后，为了照顾她，姐姐被迫成长了许多，她要快些好起来才行。咱们现在在哪儿？宛平县。1个月前，江明月的家中突遭变故，爹娘连夜将他们姐弟送出城，托付给了北上的镖局，让他们去投奔居住在京都的小姨家。姐弟2人即将抵达京都之时，这11岁的江明宏突然生了病，反复高烧，偶有清醒的时候，一再叮嘱姐姐不要进京，不要投奔小姨。而江明月听从了弟弟的话，主要是江明月也不想投奔从未见过面的小姨和姨丈，他不想过那寄人篱下的生活。宛平？和镖局的人分开时，我特意向他们打听了一番京都附近各县的情况。怎么了？没想到姐姐考虑的这般周全。以前我只是懒得去想罢了，其实姐姐还是很聪明的。姐姐很聪明。我弟弟敏而好学，自是不能来京都就荒废了学业。再则爹娘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中举呢，咱们定居之地自然是要选择人杰地灵、私塾众多的宛平县啦。说到人杰地灵，江明宏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宛平县人，这会儿他应该还未进京，如果能与他交好。在想什么？阿姐选得很好，咱们就在此定居了。小姨那边咱们可要去拜见？不必，等我中举了再说。怕就怕爹娘与小姨通信后，致咱们不在京都担忧。咱们是不是给爹娘写封信报声平安，顺道将定居宛平县的事情告诉他们？当日咱们走得匆忙，也不知家中发生了何事，我很担心爹娘，也不知家中现在是何情况了。别担心，爹娘会没事的。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江明宏点点头，他也不想让姐姐整日的忧心忡忡，更怕姐姐会背着他偷偷给爹娘写信。别的姐姐或许做不出来这样的事儿，可他姐姐一定会，所以他必须要让姐姐不敢给爹娘写信。离开元江府时，爹爹向我提了几句，去年因一批瓷器，爹得罪了一个大人物，他怕那个大人物会对咱们不利，所以才让咱们来京都避祸。咱们不在爹娘身边，他们也就没了软肋，可与那大人物好好周旋一二。江明月知道事情绝不像弟弟说的这么简单，要不然爹娘不会那么慌慌张张的送他们出城。
更不会将半数家产都给了他们。不过爹娘都好好的，他倒是放心了不少。为了咱们的安全，爹娘短时间内不会和小姨他们通信的。为了爹娘，咱们暂时也不能和他们写信。我知道了，没有你的同意，我绝不给爹娘写信。等过个1-2年，那些大人物不再盯着爹娘，咱们就可以和他们联系了。少顷，姐姐江明红看着睡着的弟弟，神色有些复杂。如果说之前他还只是猜测，那现在他已经可以肯定，弟弟重生了。前世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弟弟突然这般的依赖自己呢？为何弟弟那般的厌恶小姨呢？栾大夫，劳你再给我弟弟看看吧，他的病是不是好了？可需继续吃药？旁边那个被几位姑娘围在中间正在写方子的男人突然听到了陌生又有些熟悉的吴侬软语，他下意识地抬起了头，而这一抬头就对上了一张痴迷的脸。谢渊定了定神，低下头写下最后一个药名。可否排好队一个个来？我今天会在这里待上1天，大家不用着急。他为病人诊脉的时候把脸侧向了右边，自然而然的就看到了那个一帘之隔的少女，哪怕只看到的是背影，他也已经确定就是她。如何？我弟弟病可好了？基本已无碍，只是先前大病伤了些元气，好在令弟底子不错，只需调养半月即可。只是补元气的药有些贵，姑娘要开吗？你开吧，我受得起。我给开了7天的药，回去煎了喝，7天后再来复诊。好，谢谢栾大夫。江明红有姐姐牵着往外走时，扫视了一眼左边的看诊点，当目光落到看诊的大夫身上时，瞳孔猛地一缩，他站在了原地。江明月察觉到弟弟停了下来，回头，是他是大夫。江明月这会儿总算明白为何会有这么多少女来看病了，他们哪里是看病啊，明明是来看人的。谢大夫，我病得很严重吗？这声问话让谢渊被迫地收回了视线，他抬头淡淡看了一眼面前这个有些紧张的病人，然后才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已经诊了许久的脉。别怕，只是有些上火，我给你开点去火的药，2天就会好了。另一边的江明月垂下了眼帘，看了看出神的弟弟。你认识那位大夫？不认识，咱们走吧。江明月哦了一声，可他并未相信弟弟说的话。而江明红呢，一边随着姐姐往药堂走，一边又忍不住的回头望了一眼谢渊。真没想到谢渊还会医术。姐，咱们去趟牙行吧。咱们既然选择在此定居，就不能再住客栈了。买个多大的宅院啊？咱们姐弟2人居住，一进的小院就可以了。宅院可以小些，但是房子要好。再就是四周安静，左右邻居最好都是和睦之人。最好离各个私塾近一些，这样以后你上私塾也方便。买了宅院后，咱们再每一个粗使丫鬟，请一个厨娘，这样以后姐姐就不必再做那些粗活了。这段时间他生病，都是姐姐帮他煎的药、洗的衣裳，每一次都将自己搞得很狼狈不说，手比之前也粗糙了许多。他心里不知有多心疼，他的姐姐那是被爹娘教养长大的姐姐，以前何曾做过这些事儿啊？哟呵，我上辈子肯定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才得到你这么一个好弟弟。我上辈子肯定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才得到你这么一位好姐姐。这边的谢渊寻了个借口，暂时将病人交给栾伯父。喝茶的时候打开了栾伯父的医案，就好像只是很随意的在翻看，又像是在寻找什么。这宅院是你的？谢渊点点头，温和而又言简意赅的嗯了一声。本来弟弟江明红注意力都在谢渊的身上，可听到姐姐和谢渊的话，他一脸疑惑的看向了姐姐，没等说话呢，就听到伙计替他问了：你们认识啊？这句话江明月也不好回答呀。那他们算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呢？他并没有回答伙计，而是微微的歪斜脑袋望向了谢渊，将这个问题抛给了他。谢渊将视线从少女身上移开，看着伙计：认识。既然大家都认识，那就更好办了。这宅院谢举人的标价是450两。江姑娘、江少爷，可有异议？本来是有异议的，可是江明红看了看谢渊，现在没了。江明月看着弟弟迟迟没开口，只能亲自上阵。谢举人，你这宅院很好，我们姐弟2人十分喜欢，只一点，屋内太空了，我们想要入住要添置不少东西，能否便宜一些？谁不知道谢渊这个人就是一只吞金兽，只进不出，姐姐想让他降价恐怕不可能吧。可是弟弟江明红也没有阻止，任由姐姐发挥发挥。举人老爷，江姑娘家中落了难，带着弟弟来咱们这边投奔亲人，那亲人又不在了。前些日子他弟弟大病了一场，身上的银钱已剩不多，如果可以，你能否降价呀？
他说的都是真的？谢主任便宜一点可好？被少女可怜兮兮的大眼睛瞅着，谢渊的胸口起伏了一下。可看着少女的双眼瞬间明亮了几分。350两如何？看看他多么慷慨，他真的是一点都不贪财，真的。江明红和伙计都惊呆了，这直接就降了100两。眼前这个人还是那个谢渊吗？伙计看了看江明月，又看了看谢渊，突然间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咧开嘴笑了。而江明月的唇角更是勾出了一个清晰的笑容，心里更是乐开了花。100两，我竟砍下来100两！江明月，你可真了不起！举人老爷是个好人，谢谢您。谢渊克制地将视线从他脸上挪开。不客气，可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了。谢渊视线下垂，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看了一眼小小的少年。既没别的问题，咱们现在就可去衙门过房契。好。我来带路。3个人先后跟着他走出了胡同。你们买宅院可是打算定居于此？谢渊仿佛只是在和他们随意闲聊，而江明月正愁怎么和他搭话，不曾想他竟主动开口。我有这个打算，不过要先等弟弟入了私塾再做安排。准备进哪家私塾？我或许可为你们参考一二。刚才人家姑娘也说了，他是个好人，那总得对得起好人这2个字吧。于氏私塾。真巧，我正是于氏私塾的先生。可启蒙了。江明红听到谢渊打算考教他，精神大振，认识谢渊的机会来了。他压下脑中各种的念头说：3岁家父就为我启了蒙。平日里都读了哪些书？中庸、论语、大学、孟子。君人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何义也？为人臣者，当以正君为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行，小人怀惠，何义也？江明月在旁边听了一会儿，才发现谢渊考教的这些问题开始由易逐渐变难，并且包含了4书。弟弟面对谢渊，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和平日没什么两样，但态度极其的恭敬。想来前世谢渊应该成就不凡，是弟弟需要仰望的存在。不错，基础扎实，对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你若进于氏私塾，我可帮忙引荐。多谢先生。不客气。我弟弟可真棒。本来还算淡定的江明红听到姐姐的夸奖，耳朵慢慢的红了。少女脸上挂着一抹浅笑，整个人是灵动鲜活而又明艳。谢渊费力的收回视线，看向前面已经是衙门，他提醒了一句：咱们到了。一行4人走进县衙，向谢渊打招呼的人是络绎不绝，他们一个个目光温和又和善，有些说要请谢渊吃饭，还有些说谢渊许久没来了。江明月有些诧异的看了眼男人，他怎么会和衙门里的人这般熟悉呢？4个人来到户房。谢老弟，你怎有空过来了？我名下有个宅院卖了出去，过来变更一下房契。哦，我来给你们办。有牙行伙计和谢渊在，小李很快的给他们办完了所有的手续。谢渊接过崭新的房契，不着痕迹的扫了一眼房契上的名字：明月。皎皎如月，灼灼其华，这名字当真贴切。江明月接过房契，将350两银票递给谢渊。我以前曾做过县令大人的幕僚。原来如此啊。我表现的有那么明显吗？很明显。谢渊又这么轻声一说，让江明月瞬间瞪大了眼睛，很震惊地看着谢渊。这个人是魔鬼吧？这么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少女丰富的面部表情愉悦到了谢渊，她唇角微微的向上勾了一勾。麻烦你了，中午我请大家吃饭。大伙要是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会非常高兴。我们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看着谢渊一时半会儿不离开，江明月3人先行一步离开衙门，送走了一脸高兴的伙计。谢渊出来就望向了树下的2人。许久未回衙门，和大家多聊了几句，等着急了吧？没有，先生太客气了。今日多谢先生了，也不知先生喜欢什么，所以我和阿姐买了我们都很喜欢的一支笔送与先生，还望先生能够收下。那我就却之不恭了。想到这是2人一起挑的，他轻轻地摸了一摸。谢谢，我很喜欢。那我们就不打扰举人老爷了。我就住你们隔壁，你如要进于氏私塾，可随时来找我。谢先生好。您这是刚从私塾回来？谢渊点点头。你们准备搬过来了？还得2天，被褥之类的家姐还未做好。 2人正说着话，谢渊就见江明月提着裙摆跑了出来。她活了21年，这还是头一次见一位急了鸡的大姑娘还这般的活蹦乱跳。少女看到谢渊，很明显的吓了一跳，来了个急刹车，停下之后又默默地返了回去，而且越走越快。望着江明月瞬间变红的双耳，谢渊想，
这会儿他应该很窘迫吧，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出现在自己面前了，毕竟姑娘家的脸皮很薄。只不过让谢渊没想到的是，一会儿江明月重新从家里走了出来。他莲步轻移，姿态万方，脸上挂着一丝得体的笑。他由远及近走于他们的面前，然后俯身向他施了一礼。举人老爷，下午好。说完眨了眨灵动的大眼睛，仿佛在说，你刚才什么也没看到，对不对？谢渊的心情瞬间就好了。你好。我一点也不好，真是丢死人了。只要他脸皮够厚，他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他礼貌地朝男人笑了一笑，然后转头看着弟弟。家里又没有水了。前世今生他还是头一次为了吃水的事情发愁。他们这个小宅院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水井。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江明月知道宛平县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水井，因为挖一个水井要花很多很多钱。现在水库恐都已经无水，我去茶馆直接买些茶水回来。阿姐意下如何？你在这看着，我去吧。倒也不用再特意去买茶水，我家有水井，你们只管来取就行。会不会太打扰了？不会，左邻右舍的理应互相帮助。那就多谢举人老爷了，我回去取桶。谢渊就看江明月噔噔噔的又跑回了家。这是不装了，还是忘记装了？佳姐性格比较欢脱，让欣赏见笑了。她这性格挺好的，灵动又活泼，喜怒都写在了脸上，一眼就能看透，倒是省心，不用费心去猜了。灵动又活泼，这是形容小孩的吧？原来在谢渊的心里，阿姐还是个孩子。江明月取了木桶出来。进来吧。谢渊家的院子比江明月家要大一些。举人老爷，这些菜都是你种的吗？谢渊嗯了一声。没想到举人老爷还会种菜呢，关键是还种得这般好，真了不起。不觉得有点本末倒置？这有什么本末倒置的？在座，你本末倒置了吗？谢渊轻轻地摇了摇头。那不就行了？管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开心快乐就行了。咱们又不是为别人而活的。谢渊唇角微微勾起，平日里有些冷淡的脸上竟浮现了一丝笑。原来这女孩这般的通透啊！这是江明月第二次见谢渊笑了，直接看得有些吃住。发什么呆？啊！天哪天哪，我竟又看呆了。哎呀，江明月，你可真没出息，花痴，犯花痴还被人给逮着了，你就不能收敛一点？我在看你，你应该多笑笑，很好看的。谢渊呆愣了一下，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别人这般直白的夸他好看。他转头，视线落在了江明月的脸上。少女仰着小脸凝视他，那句很好看让他脸颊上出现了一抹云霞，眼中却是一片赤诚。你也很好看。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一句话瞬间暴露了自己张扬自信又欢脱的性子。算了，暴露就暴露吧，况且他也不认为自己能瞒多久。他们和谢渊左邻右舍，抬头不见低头见，总是装模作样，那不是太难受了吧？谢渊又愣了一下，很没有想到他会这般回答。你倒是自信。不止自信，还很敢说。我这不叫自信，我这是有自知之明，因我生的本就好看。原来自知之明还可以这般的用啊！谢渊移开了视线，将水桶提了上来。江明月看他把水打了上来，给我吧。我帮你，有些重，你可能提不动。江明月心想，这不是太小看他了？前世因为心脏病的原因，他不能做剧烈运动。今生拥有一个好身体之后，他特别喜欢运动，因此还跟着母亲学了几年舞。虽然是花拳绣腿，可是提上一桶水的力气还是有的。那可不行，举人老爷已经帮了我们许多了，拿好总是麻烦您的。你不必想那么多，再则我这会儿正好无事。江明月看着男人提着水往外走，着急地跟了上去。谢谢举人老爷。我比你虚长几岁，你要是不嫌弃，以后可唤我谢大哥。好，谢大哥。江明月笑盈盈地看着他，乖乖地喊了一声谢大哥。而这一声谢大哥，直接让谢大哥呼吸瞬间乱了。不过只用了几息的时间就平静了下来。当江明月领着谢渊回到家中的时候，看到的是灶房内狼烟滚滚。阿弟，你这是将灶房给点了？我本想先将火给升起来，谁知道这烟这么大。我进去看看。江明月走到灶房门口。算了，等烟没那么大了再进去。谢渊看了一眼站在外头不敢进去的姐弟二人，哑然失笑。他舀了一瓢水，沾湿了手帕，捂住口鼻，端着瓢子进了灶房。一瓢水泼到了柴火上，火熄灭了，自然也就不冒烟了。谢先生，谢谢你。无事，你们买柴时应被骗了，只有半湿的柴点燃后才会有这么大的烟。
以后再去东市买柴，你们可买徐老汉家的柴火。他50出头，皮肤很黑，左边脸上有一疤痕，很好辨认。他的柴火虽比着别人贵上2文钱，却十分耐烧，且没有太大的烟。想到灶房里还空空的，谢渊紧接着嘱咐道：像锅碗瓢盆之类的，你们清早可去东市逛一逛，一般都能买到。米面之类的就去沈家粮铺，沈掌柜做生意很厚道，且不欺生。再就是谢渊零零总总地给江明月姐弟说了许多。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多谢先生，等我们姐弟安顿下来，必将登门拜谢。你们先忙，如需要帮助就去隔壁寻我。这个点来打水可是搬过来了。下午搬过来的。谢大哥，我日后能经常来打水吗？可。咱们按市场价格来算吧，1桶水2文钱如何？可以。谢渊很清楚，如果他不答应的话，江明月以后恐怕都不会来打水了。谢大哥，谢谢您。不客气。江明月觉得对面的谢渊仍还是那个人，他的神色也和往日并无二样，可却感觉他的情绪好像有些不对劲。而谢渊也察觉到了少女的视线于自己身上停留许久。在干什么？谢大哥，你是不是有点不开心啊？这话一出，谢渊抬起了头，他的心中微微有些诧异，为的是江明月的敏感。人生在世，总会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儿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心情是咱们自己可以调节的，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所以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谢渊看着绞尽脑汁试图安慰他的人，心情突然好了许多。多谢，你说的不错，我实在不该因别人的过错影响自己的心情。你想开了就好。谢大哥后天有时间吗？晚上有。这段时间您帮了我们姐弟很多，不知我们是否有荣幸请你去酒楼吃顿晚饭？买些菜在家里吃吧，方便又实惠。谢渊第一次觉得自己竟是如此体贴而且善于为他人着想的人，只不过江明月的表情怎么有些怪怪的。谢大哥，必须在家里吃吗？可是有什么为难之处？江明月在选择说真话还是假话之间犹豫了几息，最后还是选择说真话。我不会做饭。哈？谢渊好像觉得自己出现了幻听，难道做饭不是生活的必备技能吗？看着面前乖乖巧巧的江明月，好吧，对别人来说或许是的，但他这样的很明显是被父母教养长大，从未吃过什么苦头。你们平日吃饭怎么办？初离开家那会儿，跟着镖局的人吃大锅饭，你都不知大锅饭有多难吃，也不知是不是水的原因，土腥味很重，且少盐又少油的。谢渊在外游历之时，也曾经跟着镖局的人结伴而行过一段时间，整个镖队的人在一起吃饭，饭菜自然是好吃不到哪里去。我和我弟都吃不习惯，且吃了2顿就开始闹肚子了，后来我们就忍着，即便是饿也不吃菜的。谢渊闻言看了一眼江明月，这姐弟2人竟然没有被饿死，还真是奇迹呀。好在除了菜，镖局里头日常啊还有窝头、馒头、饼子之类的，饿得撑不住了我们就吃这些，有些镖师可坏了，会故意往窝头馒头上吐口水呢。谢渊挑挑眉，看着貌美如花的江明月，同为男人，他立刻就明白了那些镖师这样做的原因，可真够瞎做的。你们吃了吗？没有，后来每到一处码头，我们都会下船买一些糕点、果脯和当地的小吃，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心有余悸的，也不知这一路我们是怎么撑过来的。好在你们熬过来了，很棒。是呀，好在我们熬过来了，来到宛平后的日子就好过了许多，像君又来、四味楼的饭菜都很好吃的。谢渊心想，那可是啊，君又来、四味楼都是他们县里最好的酒楼，那招牌菜乃是宛平一绝呢。我和阿弟嘴馋了，就会去这2家酒楼点上2、3个菜犒劳自己。以后呢？以后你们也准备天天买着吃？自然不是，这段时间我已经开始学做饭了。哦，都学会做什么了？煮粥。煮粥还用学呀？看着说起此事就神采飞扬、一脸自豪的江明月，谢渊颔了颔首。不错。这应该是他迄今为止说的最为违心的一句话了吧？我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呢。看他还挺有成就感的。光喝粥恐怕不行吧？所以我还买了馒头、包子、馅饼之类的。不打算学做菜？好难的，好复杂，我恐学不会，而且我也不想每天围着灶台转。谢渊失语了片刻，好吧，他知道了，这就是一朵需要人精心浇灌的花嘛。后天你们买食材，我来做。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后天也可以帮忙打打杂。
我很喜欢做饭，且很享受这个过程。你们请我吃饭，其目的是为了让我开心，所以就按照我的安排来吧。好，到时候我帮谢大哥摘菜烧火。谢渊走进了灶房，将那爆炒好的兔肉盛出了一大半，又将那排骨蘑菇汤倒出来一碗。菜做的有些多，我自己也吃不完，你要是不嫌弃就端回去吃。江明月看着递过来的菜，不争气地咽了口口水。他一点都不嫌弃，只不过……小姑娘一双清亮的大眼盯着他手中的菜，明明都拔不出来了，却还犹豫不决。谢渊将碗进一步推到了小姑娘的面前。快接着吧。谢谢谢大哥。要不要尝尝？好啊。小姑娘吃东西虽然很秀气，可是看起来却是极香。看她眉眼舒展，吃的是一脸愉悦，很明显就能知道爆炒兔肉很合她的胃口。等她吃完，谢渊才张口问道：如何？可好吃了，谢大哥你厨艺真好。谢渊嘴角上勾，笑了一笑。你喜欢就好。送走江明月，关好院门。本没什么食欲的谢渊想到江明月刚才吃的那么香，突然就有些饿了。他将剩余的兔肉盛出来放于桌上，开始慢慢的吃起来。味道的确不错。一个馒头进了肚，谢渊这才意识到了一件事情，自己的心情变好了。本来从谢家村回来，他心中满是暴烈和杀意，可是现在呢，他却是心情愉悦，吃嘛嘛香。怎去了这么久？在谢先生的书房读了会儿书。以后清晨我都可去谢先生那里读半个时辰的书。真的是太好了，看来谢大哥很喜欢你呢。他看着弟弟脸上并没有多少喜色，于是问道：怎么了？阿姐，我心中有些不安，咱们和谢先生非亲非故的，他为何要处处照拂咱们？你是怕他别有所图？你觉得你身上有什么是他可图谋的？江明红闻言沉默了。没有，对不对？你可还记得杨大哥？江明红知道姐姐说的杨大哥是镖局里的杨镖师。记得。从咱们进入镖局，他就处处关照我们。我可以说，如果没有他，咱们走不到宛平。阿爹，这世上有坏人，但好人总比坏人多。况且我弟弟聪慧又好学的，也许谢大哥只是起了爱才之心呢。姐姐的一番话暂时打消了江明红心中的疑虑。今生也和前世不一样了，他不应该用前世的目光来看今生的谢渊。况且前世他所了解的是35岁的谢渊，而现在的谢渊才21岁。多谢姐姐，弟弟明白了。你先自己看，有不懂的再问我。是。江明红恭敬地接过书，打开来，发现竟是前10年各县同生试的考题，顿时一惊，也不知谢渊是如何收集到的。静心。江明红当即收敛心神，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谢渊看了一眼专心致志看书的江明红，已经起身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灶房里，谢渊看着面已经发酵好，着手开始做馅饼。肉馅儿是江明红来之前他剁好的，腌制了这么久已经入味了。平日里他的早饭大都是一碗粥一个馒头，外加上一个煎蛋，很少像今日这般麻烦又费时。但是谢渊今天却是乐在其中。我已吃好早饭，吃了再回去。多谢先生，不过阿姐还在等我回去，改日再陪先生一起吃早饭可好？谢渊点点头，端起了早就装好的馅饼递给了江明红。多做了些，你拿回去吃吧。江明红本想拒绝，可是这馅饼实在是太香了。多谢先生。江家灶房里面，阿姐在煮什么？牛乳，刚才去东市逛了逛，看有卖牛乳的就买了回来。江明月看着盘子里的馅饼，谢先生给的。这么多牛肉，阿姐打算怎么吃？买的时候光想着牛肉水饺、红烧牛肉好吃了，离开东市我这才想起来我不会做。你将这些加牛肉、牛骨一并送去给谢大哥吧。成。谢渊送走了江明红，提着篮子来到灶房，先将牛乳取了出来。他吹了吹上面的热气，喝了一口，还不错。看来那丫头除了煮粥，现在又学会了煮牛乳，还有鸡蛋呢。谢渊坐下来，一口牛乳一口鸡蛋，辛辛苦苦自己做出来的馅饼反倒是一口都没动，好像那鸡蛋牛乳比他做的馅饼还要好吃。姐，谢先生会留下来和咱们一起吃晚饭。好，快去陪谢先生吧，我在灶房吃。
谢先生这里不用刻意避嫌，在谢先生的心里，姐姐和我并无太大的差别。什么意思呀？虽说不用刻意避嫌，但是自己已经及笄，到底没有入正堂。再就是吃饭的时候，为了江明月的名声着想，二人特意的敞开了大门。我和阿姐之前去君佑来吃饭，她每都会点上一盘红烧牛肉。大厨做出来的虽然好吃，但远比不上先生做的。先生这厨艺这般好，可是跟师傅学过。看着丫头果然很喜欢吃红烧牛肉。倒不曾特意去学过，只是做法不复杂，吃个2-3回也就会了。灶房里，江明月听着正堂里说话声音不断，也知道气氛不错，收回视线专心吃饭。这红烧牛肉做得太合他的胃口了。1刻钟之后，江明月看着二人吃完，他走出了灶房。家里也没备什么菜，如有招待不周之处，还请谢大哥见谅。我不挑，且粥很好喝。谢渊觉得他煮的粥很好喝，江明月瞬间成就感满满。那我明日清晨多煮一些，让阿弟给你送去，谢大哥就不用特意煮粥了。好，明日清晨我用牛肉包子和你们换。不用，那怎么好意思？该不好意思的是我，毕竟牛肉是你们买的，就这样说定了。江明月二人送走谢渊。你之前说在谢大哥心里，我和你并无多大区别，是什么意思啊？江明红沉默了，他觉得答案并不是姐姐想要听到的。有日我和谢先生闲聊时谈起姐姐，他说你灵动又活泼。他还挺会夸人。阿姐觉得灵动又活泼这2个词汇像是在夸一个积极的姑娘。姐姐才16岁，的确还是个小姑娘嘛。阿娘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和爹成了亲了，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江明月撅着嘴不高兴了。江明红右手捂着嘴回了屋子。闺房里面，江明月站在镜子前照了又照，镜中的少女玲珑有致，脸上虽然还有点婴儿肥，但她身体发育的已经很好了，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小姑娘。她埋汰谁呢？哼！谢渊可不知道，因为这一句话，他将江明月给得罪了。将板车上的这些东西一并送去谢先生那儿。好吧，连谢大哥都不叫了，姐姐果然是故意的。阿姐，是不是有些多了？谢先生说让咱们准备食材，又没有说都准备哪些食材，那我自然是多多益善啦。可是……别可是了，快送过去吧，阿姐等你回来吃早饭呢。江明红只好望着走开的姐姐哦了一声，惹不起呀，惹不起。佳姐也不知该准备些什么，就都买了一些，先生看着安排即可。谢渊觉得自己应该早就想到，看来采买的事情日后还得他来呀。阿姐，你换身衣裳如何？我这样穿不好看吗？好看，但是……好看就行，快走吧，不要让谢先生等久了。如果知道那句话对姐姐刺激会这么大，他江明红绝不会说，可惜现在后悔也晚了。二人来到谢家灶房内，谢渊听到敲门声，知道是姐弟二人来了，走出灶房。他一眼就看到了江明红身后的那个少女。如果世间有妖精的话，谢渊想一定是江明月这样的，让人甘愿付出生命。他这安分了21年的心，就随着江明月的靠近不受控制的快速跳了起来。平日里毫无动静如同死物的传家宝，在这一刻更是迫切的想要证明他的存在。谢渊修长的手开始慢慢的握成了拳头，他极力压下了心中的蠢蠢欲动，为了避免自己失态，克制的移开了视线。屋里请。谢先生，这段时间您帮了我们甚多，我和小红心中不胜感激，略备薄礼表表心意，还望你能收下。谢先生。谢渊立刻感觉到他语气中微妙的变化，客气之中又带着一点点礼貌的生疏。这昨日不还好好的？不必客气，小红是个聪明又好学的孩子，我很喜欢她。江明红闻言适当的露出了些许欢喜。谢渊关照我们，真的是因为喜欢我的缘故？今日登门除了表示感谢，我们姐弟还有一件事情想和谢先生商量。但说无妨。家里这边已经安顿好了，我想明日就送阿弟去御史私塾，不知可否？于是私塾一共有12个班，你有2种入学方式。第一种是由我推荐，你不用考试就可入于氏私塾，但最多只能入丙班。丙班1年的束修加上其他开销大约需要30两，书籍另算。这第2种就是由我推荐，你参加甲班入班考，一旦考过，不但束修全免，
每月1至3名，还有纸、砚、笔等奖励。你不妨考虑一下，是入丙班还是甲班？先生的建议呢？以你现在的学识，入丙班已学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的话，就入甲班，努力攻读1年，明年的童生试应不是问题。只是童生考吗？2辈子的经历加在一起，还要刻苦攻读1年才能考中童生。看来前世弟弟并未科举入仕，发生了何事，让他改变了人生的规划？和小姨他们有关吗？好，我听先生的建议，愿意参加甲班入学考。你随我来。江姑娘，可否帮我淘洗一下野菜？江明月哦了一声，转身进了灶房。这是甲班上月考试的试题，入学考的话，难度英语这差不多，你做完后再出来。是。谢渊看着江明红已经沉浸在考题之中，悄无声息转身走了出去。小红在做题。江明月哦了一声，往外走时，男人突然后退了一步，也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正好挡住了他的去路。江明月抬头，有些疑惑地望向谢渊。再生我气，为何？再生我气，为何？谢渊目光直直地看着他问。江明月轻轻地咬了一下嘴唇，脑袋一低，留给男人一个后脑勺。竟又被他看穿了，我的表现有那么明显吗？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的同时，一个高大身影突然笼罩住了他。江明月下意识地抬头，这才发现谢渊不知何时已经走到自己身前。这么近的距离让江明月心中有些不安，他抬脚之后后退2步。你说我灵动又活泼？那软绵绵的声音里带着纸腔，大大的桃花眼看着他时透出了些许的委屈，好像他欺负了他似的。虽然这一刻他很想很想。我不是小姑娘了。谢渊的视线有点不受控制了，扫视了一眼他那波涛汹涌的胸，声音暗哑道：急了鸡，的确不是小姑娘了。察觉到自己想得越来越过分，谢渊缓缓地吐出了一口灼热的气，脑子冷静下来的同时，开始收拾好自己情绪。再开口时，声音已经恢复了正常。很在意我的看法。江明月反应过来，再次低下头。谢渊心情极好，翘了翘嘴角，并未继续追问这个问题，免得他恼羞成怒，以后见到自己就躲了。我为之前所说的话向你道歉。没关系了。听到谢渊转移话题，江明月突然松了口气。以后不要这样穿了。为何？江明月有些不解。不好看吗？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婉平并不像你想的那般安全，像我这样的正人君子并不多，你可懂？男人的视线在他身上流连，眼中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悠悠的看得人心里发慌。江明月垂下眼帘，避开他视线。懂了。看着他有些局促不安，谢渊让开了道路。去洗野菜吧。江明月拿着盆篓飞快于他身前走过去。谢渊并没有马上进灶房，视线虚停在那道纤细的身影上，很久没有挪开。直到一阵清风吹来，他深吸了口气，压下所有的躁动，进厨房准备晚饭。水井边上，江明月打水清洗野菜的时候，脑海之中不由得浮现起谢渊刚才看向自己的眼神，有一种被他视线灼透的感觉。谢渊处理好了河虾，望着还在清洗野菜的人询问了一句：洗好了吗？洗好了。谢渊想，自己要是不催促一声，他恐怕还不知要洗到什么时候。看来刚才吓到他了。帮我烧火吧。这些河虾你想怎么吃？买虾的时候光想着要为难他，并未想着要怎么吃。这虾挺大，清蒸如何？谢渊看少女没什么主意，就商量道：好。这是什么？我称为果醋。去年游历时跟着几位朋友进山，偶遇一山泉水十分干冽，就摘了些山果酿了些果醋。没想到谢大哥还会酿醋呢，真了不起。听到他的语气恢复了往日的亲近，谢渊抬头看着他，饱含深意地说：醋很好酿，你要是想学，日后我可教你。江明月并未听出他话语中的深意。你刚才给我的茶水也用了果醋吗？不是果醋，而是果醋中的山果。喜欢？江明月重重点头。灶房里还剩一些。谢谢。谢渊垂眼看着粉唇贴着竹杯喝茶的人，喉结耸动了一下，他移开了视线。
鱼红烧还是清蒸？红烧吧。谢渊轻轻地嗯了一声。江明月喝着茶，视线有点不受控制地落到了谢渊的身上。没想到他看起来很瘦，身材还挺好。在看什么？低沉声音响起的那一刻，江明月心中一跳。看到谢渊并没有抬头看他，江明月缓缓地吐出一口气，胡乱地找了个理由。在看你怎么做鱼。学会了吗？没有。江明月说完，低头专心地烧火。谢渊扫视了一眼他那微红的脸，嘴角微微地勾了一勾，然后又迅速放平。第二天，姐弟二人换上了相对体面一些的衣裳，这才出了门。谢渊背靠墙看书的时候，听到隔壁的门响了，他并没有马上分神去瞧，专注地看完这一页，一转身对上了江明月那明亮干净的眸子。谢大哥。谢渊温和地颔了颔首。走吧。三人来到于氏私塾，江明月停下了脚步，目送二人进了私塾，这才离开。阿姐，我通过了考核，明日某时去私塾读书。我弟弟真棒，明日都去带些什么？四书、笔墨纸。笔墨纸家中有的，下午姐姐陪你去买四书。不用，归来时谢先生赠了我一套四书，还将日后的读书时间改到了戌时。谢大哥可真是个好人，日后若独有所成，千万不要忘记他今日的恩情。我记下了。如果他真的只是惜才，没有任何图谋，自己自然会将谢渊当作恩师敬重。可是如果……这是我刚买的粗使丫鬟，名唤石榴。石榴，这位是少爷。奴婢见过少爷。这丫鬟品性不错，为了家人肯自卖自身，说明她心地纯良又孝顺。这样的人，咱们用着也放心。据红所知，今日并无先生的课，先生怎起得这般早？我与栾大夫约好，今日一起上山采药。哦。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了胡同。焦明红来到私塾，向他打招呼的人络绎不绝。2辈子经历让他明白人脉有多么的重要，所以他虽然才来几天，但是甲班里大部分的人他都已经认识了，而且能说上几句话，当然沈瑜除外。不过他倒是一点都不着急，因为他相信他一定会成为沈瑜的朋友。你有段时间没来医馆坐诊了，近来很忙？的确有点忙。栾毅好奇地问了一句。在忙什么？教徒弟。你竟收徒了？可是那位少年神童沈瑜？不是他。那是谁？日后你就知道了。栾毅看着从他身边走过去的人，跟上了他。总感觉你近来怪怪的呀。谢渊笑了笑，并没说什么。还不到时候。下午，栾毅从山上下来，看着谢渊没好气地说：让你采药采药，你倒好，一点也不上心，非摘什么山果。这季节的山果有什么好吃的？又涩又酸，我不吃还非让我吃，牙都倒了，晚上我还怎么吃饭啊？喝粥。下次休想老夫我再带你进山。谢渊看着走得飞快的人，笑着跟上前去。饭后，焦明红来到了隔壁。可吃了？已经吃过了。那你先进书房，我稍后就来。书房内，焦明红找书的时候，这才发现后墙上竟挂着一幅画。这是沅江湖，难道谢先生之前还去过他们那儿？先生去过沅江府？昔日游历路过沅江府，曾停留过几日。这幅画画的应该是先生游湖时的场景吧？谢渊轻轻地点了点头。焦明红看他眼神温和地看着画卷中的少女，于是好奇地问了一句：水中的这位姑娘？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恐怕不仅是救命之恩那么简单吧，不然的话他的眼神不会饱含深情。难道前世他没有娶妻，并不是因为朝阳公主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心悦之人吗？没有等焦明红细想呢，谢渊把他叫到了书桌前。学习中的时间过得飞快，转眼戌时已过大半。先到这里吧，很晚了。今日进山摘了些山果，你带回去吃吧。多谢先生。掌柜的您好，店里招人吗？我懂刺绣，熟悉各种的布料，且会简单的心算，应能适应这一活计。姑娘不是我们本地人吧？我来自沅江府。江明月将之前那套说辞给掌柜又重复了一遍，只不过这一次他又加了一些，告诉掌柜的他已经定了亲，
他的未婚夫功名在身，在书院求学等等。你会刺绣？会。江明月拿出了自己的绣帕，递给了掌柜。好绣工。关键是他的绣品很有灵性，看起来栩栩如生。你有这么好的绣工，怎么不想着做绣娘？怕伤着眼睛，也怕累着手。当伙计也很辛苦，却很有意思，且这苦我能吃。那就先试10天，如果你能坚持下来，咱们再签契约。多谢掌柜的，我一定好好干。我姓韩，他们平日都叫我韩掌柜，你怎么称呼？我姓江，名明月，在家时大家都唤我明月。韩掌柜点点头，将3个伙计都叫了过来，介绍他们认识之后，和江明月说了明日上工的时间，然后就又忙了起来。离开锦绣坊前，听掌柜说道：尽快学会我们这边的方言。语言不通的确是一大障碍。我在县里找了一份活计，明日就去上工。江明红闻言有惊无喜，他本欲反对，可是看着一脸雀跃的姐姐，反对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阿姐怎想着要找活计了？一是不想虚度光阴，2就是想尽快融入宛平，3则是为了掩人耳目。大家都知读书是个很费银钱的事情，而咱家又落了难，如果我不找份活计，岂不是告诉别人咱们手里有钱吗？姐姐的理由很充足，充足到江明红也不好反对。姐姐找的什么活计？你可还记得锦绣坊？记得。宛平最大的绣坊，之前她和姐姐曾经进去买过布料的。我日后会在锦绣坊当伙计。江明红闻言心疼地看着姐姐。阿姐，当伙计会很辛苦的。姐姐可是爹娘教养长大的江家大姑娘，即便他们现在落了难，她也不想姐姐去受这份罪。如果你想找个事做，咱们可买个铺子自己经营。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咱们人生地不熟的，开铺子哪有那么容易啊？况且我也不想操那份心，现在这个活计就正好适合我。阿姐，你已经积极，这样整日抛头露面不好。之前在家的时候，爹娘就不打算让我嫁出去呢，现在家里出了事儿，你又小，我就更加不能嫁出去了。况且我也不想嫁人，所以也就无所谓抛头露面了。嫁不嫁人，咱们日后再论。阿姐长得虽然不是倾国倾城，但也称得上是国色天香。锦绣坊生意好，每日进出的人不知有多少。如果这些人中有人起了贪念，存了强取豪夺之心，咱们该怎么办？你说的这些我也考虑过了，日后出门我都会化妆，遮一下自己的容颜。再就是我已经告诉掌柜的，我定了亲，未婚夫有功名在身，且在书院求学，这一消息慢慢就会传开的。有这么一位未婚夫在这儿，一般人想来是不敢打我主意的。谢大哥，我来给你们送牛乳。少女乖乖地站在那儿，右手端着一个小托盘，里面放着2杯还冒着热气的牛乳，还有着一小碟摆放的很好看的点心。这些东西被她举着的时候，显得是那样的温馨和美好。你们晚上还要学习，辛苦了，要多补补。谢谢，进来吧。江明月走进小院子，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到了谢渊身上。他肩膀宽阔腰窄，穿的虽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长衫，却是很好看。果然，长得好看的人穿什么都好看。江明月随着男人走了几步之后，视线落到眉头紧蹙的弟弟身上，他停下了脚步。谢渊听到一直跟在他身后的脚步声没了，停下脚步，回头询问地望向了江明月。阿弟在看什么？很难吗？随着少女靠近，谢渊嗅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昏暗之中，他并没有注意到她裙摆正垂在了自己鞋上。谢渊垂眸扫视了一眼左右摇曳的裙摆，只感觉喉咙有些发痒。不难，只是他还没有领悟。哦。江明月并没有听出来谢渊的声音带着一丝暗哑，他只是随着男人走了几步，发现是正堂的方向，不解地望了一眼。不应该是书房吗？小恒正在认真看书，咱们还是别打扰他了。谢渊语气极为自然，一副我为小红好的样子。好。天黑注意脚下，我去点灯。喝水吗？江明月轻轻地摇了摇头。谢渊转身打开抽屉，拿出里面的油纸包，递给了江明月。江明月看着鲜红欲滴的樱桃，忍不住地吃了一个。很好吃呢，谢谢谢大哥。红色的汁液仿佛染上了他粉唇，分外的水润诱人。谢渊只觉得自己口干舌燥，他移开了视线，端起竹杯喝了一口。街上有卖的了吗？我怎么没瞧见？这是私塾里一位夫子给的，他家樱桃成熟比较早，街上樱还没有开始卖。江明月闻言
觉得手里的樱桃有些烫手，第一时间就杵到了谢渊面前。谢大哥也吃。你吃吧，我不爱吃。哦。江明月瞬间淡定，这樱桃真的很好吃呢。谢渊喝的牛乳视线直直地落于少女身上，她真的很好懂，而且极其单纯，就这么相信自己的话。不知对别人，她是否也是这样的，没有一点警惕之心。谢大哥，是不是有话要说？你能教我说婉平话吗？一再麻烦谢渊，让江明月挺不好意思的，所以他的声音此时非常小。声音虽小，可谢渊还是听清楚了。他并未立刻就答应下来，虽然他很想。怎突然想起要学婉平话了？我找了一伙计，需要和人打交道，客人们大多数都是说本地方言，我听不懂，和他们沟通起来有障碍，所以要尽快学会说婉平话。谢渊闻言皱起了眉头，第一反应就是反对，太不安全了。可是反对的话到了嘴边，他又咽了下去，因为没有立场。他现在终于知道江明红刚才为何心不在焉了。我知我有些冒昧了，谢大哥就当我没有提过此事。很晚了。我并未觉得冒昧。啊？手里没钱了？江明月摇摇头。那为何要找伙计？江明月再次低下头。我想成为弟弟的依靠，想要尽快成长起来，也想尽快的融入婉平。这句话触动了谢渊，他想到了自己的姐姐，那个努力的要为他撑起一片天的姐姐。你们都是个好姐姐。你们？我可以教你。谢谢谢大哥。找的什么伙计？到锦绣坊当伙计。锦绣坊他是知道的。在那里当伙计要保护好自己。谢渊最终是没忍住提醒了他一句，也不怪他这般的不放心，主要是他长得太招人，而且已经及笄。别的姑娘像他这般大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等着出嫁了。想到这儿，谢渊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么久以来他竟忽视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之前家中可有为你说亲？谢渊好像只是随口一问，但他紧握竹杯的手却是出卖了他。他的心并无表面上那般的风轻云淡。江明月不明白话题怎么突然就转到了自己人生大事上。没有。谢渊突然就松开了竹杯。我性子软，这些年从未吃过什么苦，一直无忧无虑的。爹娘担心我嫁出去后会被夫家欺负，就想着为我招个夫婿，所以一直没有给我议亲。谢渊心情颇好，勾了勾唇角，又迅速放平。甚好。谢大哥呢？怎么是孤身一人？谢渊有功名在身，长得好看，性格又好，按理说早就该成亲了。要知道在这个时代，20多岁还未成家，那已经属于大龄剩男了。一直都没碰到喜欢的，我不想凑合。他以为他的人生会像之前规划的那样一步步的前行。谢渊看着面前的少女，其实遇到她是个意外。人生漫长，的确不能凑合。江明月说完，察觉谢渊的视线在自己脸上停留了许久，他睁着那双清澈的双眼，困惑地回视男人。谢渊薄唇轻启，突然就说了一句婉平方言。江明月的表情更加困惑，因为他一个字都没听懂。谢渊脸上露出一丝温和的笑。婉平话，我来教你说婉平话。好。这就开始了。其实江明月都没有准备好呢。男人的声音很清朗，教的也很好，江明月听得津津有味，学的也很认真。时间就这么一点一滴的过去了。江明月连弟弟什么时候进来的都不知道。很晚了，今晚就先学到这里。江明月哦了一声，这才发现弟弟。学习结束啦。江明红嗯了一声。那咱们回家吧。今日多谢，谢大哥，晚安。晚安。姐姐和谢先生是怎回事？我在跟着谢大哥学婉平话呢。江明月将学婉平话的原因给弟弟说了一番。困了，早些睡吧，明日咱们还要早起呢。这些时日，谢渊对他们姐弟太好了，好到让他感觉很是不安。难道谢渊真的无所图吗？卯时1刻，天边虽然刚出现一丝亮光，但是锦绣坊已经开门了。早上好。早。韩掌柜韩兰兰抬头看着江明月，竟愣住了。你的脸？我特意画的，这样安全些。这倒是个聪明人呐。
卯时2刻，店里的人已经全部到齐了。这时已经陆续有客人上门，江明月并没有去争抢客人，而是跟在他们身后，一边听一边学。等到店内的客人多了起来，他这才去招待客人。当日头缓缓地移到头顶，弟弟江明红和小伙伴们分开，第一时间赶往了锦绣坊。这时姐姐正和一个中年妇女在说话，温声细语，脸上挂着礼貌而又得体的笑，介绍各种布料如数家珍，一点都不胆怯。这样自信认真做事的姐姐是他从前从未见过的。这一刻江明红只感觉姐姐很陌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姐姐很好，眼中透着光，也更加鲜活。暗暗地看了一会儿，他并没有打扰姐姐。走出绣坊时，他好像看到了一抹很熟悉的身影，只可惜那身影一闪而逝，他并没有看清楚。再说街角处，谢渊看到江明红离开了，这才从暗处走出来，他再次望向了锦绣坊。正如他之前所想的那样，进出锦绣坊的大多是女客，人员并不复杂，而且这些人比他想的还要好招待。谢渊躲在暗处观察江明月在锦绣坊里和顾客相处起来很是得心应手，即便是语言上有障碍他也都克服了。江明月虽然看起来很柔弱，可是谢渊发现他比自己想象的要坚韧，特别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浑身都好像散发着光，耀眼到让人有些移不开眼睛。观察了2个多时辰，看到江明月在这里适应得很好，谢渊正准备离开，就见江明月随着一个客人走了出来。慢走，欢迎下次光临。这一次谢渊并没有躲藏，所以江明月一抬头就看到了他。少女先是惊，紧接着就是喜，他笑着朝他招了招手。谢渊轻轻的颔首，不得不承认，看到江明月如此欢喜，他的心情也跟着很好。谢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去药堂路过这里，想到你在这里当伙计，就停下来看看。现在走得开吗？走得开，中午有2刻钟的休闲时间。一起去吃午饭。虽说不合规矩，但谢渊还是说了出来。好啊。来2碗阳春面。嘿嘿，马上就来。江明月在谢渊对面坐下，望着滚水冒泡的锅炉，热气混着面香阵阵扑来，他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更加饿了。谢渊看着江明月望着锅炉直咽口水，只怪自己考虑不周，刚才应该先给他买些吃的垫垫肚子。稍等片刻，马上就好。一杯水进肚，因为说了一上午的话，有些干的嗓子得到了一些滋润。谢大哥怎会学医？是因为喜欢吗？不是，是因为有人告诉我学医可以赚钱。赚钱？读书是个很费银子的事，如果直接行商贾之事，会被其他读书人排挤看不起。可我又需要钱维持生计，行医是最好的选择。哦。谢渊的事情，江明月之前听牙行里的伙计提到过一些，他知道寒门弟子想要读书有多难，更何况谢渊得完全靠自己，不用想也知道他以前应该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一切的苦难都已过去，谢大哥将来一定会仕途平顺，阳关万里，鲜花沿路开放。借你吉言了。二人说话之间，老板端着2碗热气腾腾的面放到了桌子上。2位客官慢用。多谢老板。不客气。吃吧。看着双眼明亮吃得很愉快的少女，谢渊声音很温和。喜欢。离开元江府后，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正宗的阳春面呢，太好吃了。要不要再来1碗？其实这1碗面也挺多的，再来1碗他可能吃不完。而谢渊就像他肚子里的蛔虫一样。咱们可以分着吃。这是不是有些不妥？可是看着谢渊一派自然。那就再来1碗。谢渊点点头，当即又朝老板要了1碗。他不算太饿，所以捏着筷子欣赏了一会儿吃饭的少女。江明月吃的虽然快，却是一点都不粗鲁，反而是极其优雅，而且因为吃得很香的缘故，看着也很下饭。连谢渊都觉得这面比平时要好吃一些了。对不起，我睡着了。没关系。谢谢。谢大哥，咱们开始吧。谢渊扫视了一眼被他放在腿上的薄毯，嗯了一声。二人先复习了之前所说的方言，然后谢渊才开始教新的，只不过今日并未教那么多。
好了，今日先学到这里，早点回去休息吧。江明月嗯了一声，起身时却忍不住的打了个哈欠。很累吗？我倒也没觉得累，今日应是喝了酒的缘故吧。我先回去了，谢大哥晚安。晚安。目送少女离开之后，谢渊将宝毯放回了卧房，这才去了书房。晚间，躺在床上的谢渊闻着身上宝毯散发出来的幽香，他缓缓地闭上了双眼。这天晚上，他再次做了一个香艳无比的梦，只不过对比上一次，这次的画面更加清晰。清晨，谢渊起来，看着已经不能再睡的被单，他神色平静地换了下来。小妹妹，是你呀？姐姐好，这是我阿娘。婶子好。我夫家姓林，不知姑娘如何称呼啊？我姓江。哦，原来是江姑娘啊！前几天多谢你了，帮我们找回了手链。那手链虽不值什么钱，却是先夫留给小菊的唯一一件东西，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再次谢谢你啊！举手之劳而已，林婶子不必客气。其实我早就想来了，可一直都没有抽出时间，就拖到了今日。自家做的，还望江姑娘不要嫌弃啊。林氏说着，拿出了一个纸包，塞进了江明月的手里。这怎么好意思？我不能要。收下吧，不值当什么的。江姑娘不收，可是看不起这点吃食。姐姐就收下吧，这是我娘做的豌豆糕，可好吃了。三人这边的情况早就引得店内其他人的注意。吴梅听了一会儿三人的对话，视线在小姑娘身上打了个转，也不知想到什么，轻哼了一声。林氏二人盛情难却，江明月最后只得收下了豌豆糕。二人说了一会儿话，他才拉着闺女离开。而林氏母女离开之后，吴梅立马来到江明月的面前。有些人呐，仗着自己长得好看，天天像只鸡似的到处搞关系，难怪那么瘦，脑袋都钻尖了。明月，过来。伙计贺婶儿朝明月招了招手，江明月直接无视了吴梅，走到了贺婶面前。婶子，可是有什么事？刚才吴梅跟你说什么了？没什么。哎，我听到了一点儿，她又是发癫是吧？真是有毛病，口水吐不出什么好话来。别搭理她啊，仗着自己丈夫是东家跟前的管事，这拽得不得了，在我们面前摆什么谱啊？哎，你呢还未出嫁，和他争吵起来，无论谁对谁错，对你的名声都不好。谢谢贺婶，我晓得啦。这吴梅虽然话说的难听，不好相处，但是这个贺婶和另外的一个伙计王栓都是极其好相处的人，这段时间没少帮他。接下来的半个时辰，吴梅抢了他几个客人，每次抢完都挑衅地看着他。江明月没有和他置气，因为太忙了，直到中午没了客人，他们才有空休息一会儿。你们要是喜欢，往后可去东市照顾一下林氏的生意。掌柜的和他很熟吗？林氏绣工不错，年轻那会儿常来咱们店接活，接触的多了，也就知道了他的一些事。他命不好，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家里的担子就这样全都压在了他的身上。她是个坚韧的，即便丈夫死了，也没有让儿子退学，一直刺绣供儿子读书。后来他眼睛渐渐就看不清东西了，他那个儿子是个孝顺的，考中童生后就在县里谋了一个差事，从那以后就不准他再接绣活了，还请了药铺的大夫给他看眼睛。刚才我们闲聊了几句，知进来他儿子要参加府试，没空管他，他就悄悄做些糕点出来卖，补贴家用。姓林，那他儿子可是叫林寒山？对，你知道他儿子？哎呀，知道，和我侄儿一个私塾，很有名的。那孩子求学的时候啊，非常节俭，那练字的纸都是反复用的，为了省钱，从来不在外面吃饭。贺婶接下来又说了些什么，江明月已经听不清楚了，因为他想到了谢渊。谢渊和林寒山一样，都是寒门子弟，林寒山最起码还有母亲供他读书，而谢渊一路来全都靠他自己，也不知求学那些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现在他哪怕成了举人，依旧会在药铺里坐堂，在书院里教书，这说明他手中应该是不丰的。想到往后他还要参加会试，又需要很多钱，江明月突然有些后悔，自己当初买宅院的时候不应该和他讲价呀。那要怎样才能把钱给他呢？
江明月跟着谢渊学习宛平方言的时候，偷偷的看了谢渊一眼，而谢渊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想看就大大方方看，我不介意。男人揶揄的看着他，眼底隐隐带着笑，成功的让江明月红了脸。可是有什么事？江明月摇了摇头。谢大哥，你真好。突然被夸的谢渊笑了，深邃的眸子里温和的看着他。哪里好？哪哪都好。谢大哥让我阿弟在这读书，现在又教我宛平方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如果您不嫌俗的话，我给您一些钱吧。如果是束修的话，我的束修可不低。500两够吗？谢渊看着少女巴掌大的脸上写满了认真，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怎么，觉得我缺钱？你不缺钱吗？你是怎么得出我缺钱的结论的？谢渊颇为好奇。今日我们店里来了一位姓林的客人。他有一儿子。江明月小嘴说了很多。谢大哥现在都是举人了，还在药铺里给人看病，又在私塾里当先生，所以……说到最后，他抬头飞快地看了一眼对面的男人。那翟月你标的价并不高，可我却还下去那么多，挺不应该的。看着自责愧疚的江明月，谢渊却是很高兴，他在为自己着想呢。谢渊抬起手来，犹豫了片刻，还是没忍住的放到了江明月的小脑袋上，轻轻的揉了一下。和他想象的一样，手感极好。他就像是做贼似的，在他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又把手缩了回来。没有考中举人之前，我手里的确不丰，但考中举人后，我就不缺钱了。看着少女一脸的懵懂，你可听过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句话？江明月轻轻的点了点头。我中举后，宛平的富户、码头那边的地主、有脸的商户全都来了，他们送来了很多金银珠宝，还有很多房契地契。江明月闻言恍然大悟。我虽没有全收，但有些是推脱不掉的，所以我并不缺钱。况且在外游历的这3年，我赚了不少。回到宛平后，之所以到于氏私塾教书，更多的乃是还人情。当初我在于氏私塾读书时，私塾里的于老先生帮了我很多。至于到药堂坐诊……谢渊顿了顿，看着认真倾听的江明月，并没有隐瞒他。药堂是我和栾伯父合开的，作为另一个东家，我自然要常去看看。江明月的眼睛睁大，看着谢渊，他惊呆了。这是江明月怎么都没想到的事情。我现在或许没有富商富，但绝对不缺钱，所以不要胡思乱想了，知道吗？谢渊微微低头看着他，深邃的眼底闪过了一丝柔情。我晓得了。谢大哥相识以后，为何没有参加会试，而是出去游历呢？我这游历不但辛苦，且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毕竟游历的过程中什么都可能遇到，迷路、碰到山匪黑店、坐的船翻了等等。之前在家的时候，江明月就听到了几起这样的事情。因为那时我没有把握考中进士，若是天佑于我，说不定可以再榜。当然最大的可能是落榜，如果仅落榜倒也罢了，怕我极有可能落到后面，再榜却为同进士。江明月知同进士，俗话说得好，同进士如夫人。真要是当了同进士，以后就没有科考的机会了，并且只能做小官，仕途上几乎没有上升的空间。像谢大哥这样的人，中了同进士又岂会甘心呢？那时我的老师与我说，我的文章实策都没问题，但身上还欠缺一些东西。江明月想了想，有些不确定地问他：阅历？聪明，我欠缺的就是阅历。老师说我的文字太过空洞，缺乏灵性。他告诉我这个世界很大，趁着年轻不妨出去走走。这应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不错，老师让我边走边看边想，这样我的文章诗才会有所突破。谢渊和江明月说了一番出去游历的原因，这时江明红走了过来。回去休息吧，明日再来学习方言。谢大哥，晚安。4月19日清晨，江明月早早的就出了门，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去锦绣坊，而是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东市。自从知道了林氏的情况，他就经常来这里照顾他生意。你是林公子？林寒山只是看他一眼，就很守礼的收回了视线。姑娘可是姓江？江明月点点头。林寒山将早就包好的豌豆糕递给他。多谢江姑娘帮我阿妹找回了手链，也多谢你照顾我家生意。林公子不必客气，婶子今日怎么没来？阿娘有些咳嗽，我就没让她过来。严不严重？可请大夫瞧过了。多谢江姑娘关心，请过大夫了，也抓了药。江明月点点头。
想到他前几天刚考的府试，祝你榜上有名。谢姑娘吉言了。江明月离开之后，林寒山这才抬起头来，他又看了一眼阿娘时常夸奖的姑娘，然后才收回视线，专心的卖糕点。随着天越来越暖和，锦绣坊内是一天比一天忙。夏天马上就要来了，手里有余钱的都想买上几尺布，做上一身下山穿。每日招待的人挺多，天气又有些热，难免会有些心浮气躁。江明月还好，他性子一直都很好，招待起客人来耐心十足，即便有时候客人有些难缠，他也不会表现出丝毫的不悦。但吴梅就做不到这一点。当吴梅再次和一客人争执起来之后，明月，你来招待吴梅的客人。吴梅，你随我来。江明月看到吴梅走之前，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得，这梁子又结下了。不过他也不怕，他花了一炷香的时间将客人安抚好，又根据客人所需要裁布时多裁了一些，将笑容满面的客人送出锦绣坊回来之后，这人有不足的地方，还是要多跟人学习，谦虚一点。吴梅把脸一侧，并不当回事儿，只是看向江明月的目光越发的不善了。哟，不讲话了？那你可真是够不小心的，连这点事儿都做不好。吴梅挑衅的看他说了几句风凉话，哼着小曲儿就离开了。江姑娘，这布我再给你重新剪。哎呀，我刚才看得很清楚，那吴伙计是故意的，往后啊，你防着他点儿。多谢您提醒，我晓得了。江明月将客人送出了锦绣坊，揉了揉疼得有些麻木的胳膊，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有时锦绣坊下工之前，江明月将布料的事情告诉了韩掌柜，只字未提吴婶。他赔了16文钱之后离开了锦绣坊。贺婶看着江明月走了，他来到柜台前。哎呀，兰兰呐，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个事儿，这吴梅进来太过分了。我知，容我想想办法。听你声音有些哑，喝口水润润嗓子。谢谢。胳膊受伤了？男人虽是在询问，却是肯定的语气。江明月心想，他还真是心细如发呀。不小心撞了一下。可抹药了？还未来得及。谢渊闻言进了卧室，一会儿过后，拿了一小瓶活血化瘀的药酒递给了江明月。抹药。睡前再抹，阿弟要是闻到药酒的味道，该担心了。说到这儿，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不想他担心。谢渊闻言换了一盒药膏给他，药气很淡。谢谢，谢大哥。不客气。谢渊说完就转了身。江明月看了一眼背对他而站的男人，大胆地将衣袖捋起来，低头开始涂抹。很疼？很疼。很疼？很疼。他的语气里透着一丝丝委屈。敏锐如谢渊立马就察觉到了，如果是不小心撞伤的，怎么会委屈呢？谢渊回头一眼就看到他胳膊上有大片的淤青，他的皮肤很白，衬得那片淤青格外的刺眼，有点触目惊心。谢渊忍不住皱起了眉，看伤不像是不小心撞的。谢渊收回了视线，明日要去一趟锦绣坊了。药膏涂抹在淤青上，冰冰凉凉，一开始有些刺痛，但很快就舒服了过来。谢大哥，我好了。谢渊转过身来也没有问。我来给你把把脉。知道他也是为了自己好，他把右手伸了过去。谢渊将手搭在江明月白皙的手腕上，定了定神，然后才诊脉。你身体很好，并无什么大问题。我也觉得我身体很好呢。谢渊又教他说了会儿方言，看江明红来了，把药膏递给他，低声地说：明日清早再涂抹一次。江明月以最快的速度藏好了药膏，随着弟弟回了家。胳膊上的伤可好些了？那药膏很有用，再抹个2、3次应该就好了。多谢谢大哥关心。伙计无事所为。男人嗓音平静，可是听在江明月的耳中犹如灌雷。他猛地抬头瞪大了眼睛，一脸震惊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想到今日看到的那抹熟悉背影，他紧接着问：你今日去锦绣坊了？谢大哥，千万不要告诉小红。谢渊望着这一颗犹如惊弓之鸟的江明月。好，我不告诉他。喝茶。谢渊使自己声音尽量温和。江明月喝了口茶。谢大哥放了金银花，好像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护嗓的你多喝一些。闻听此言，江明月心里暖暖的，充满了感动。谢谢谢大哥，我感觉我这段时间收的一些血都快赶上我前面16年收的了。那我应该感到荣幸。你和吴氏是怎么回事？江明月往外面看了一眼，确定弟弟不会来，然后低头将他和吴梅之间的事情说了一番。你打算怎么办？这样一直忍着受他欺负？江明月看着谢渊笑了，只不过这一次他笑得蔫儿坏蔫儿坏。谢大哥，我这样一直忍着其实就是一种反击。谢大哥可知捧杀，近来掌柜的对吴梅已越来越不满了。谢渊靠在椅背上，看着面前的小人儿，忍不住的牵起了唇角。不错，看起来好欺负的一个人，却是实打实的有点脾气。光是这样还不够。江明月坐直了身体，双手放在膝盖上，一脸求教的看着谢渊。这副模样让谢渊心情又好了一些。温水煮青蛙，虽能将青蛙煮死，但太慢了。现在已是4月下旬，这月底锦绣坊的东家会来巡查铺子，这对你来说是个机会。江明月闻言陷入了沉思。记住，一旦出手就要一击毙命，绝不能给敌人翻盘的机会，懂吗？江明月点点头。能否做到？江明月又点了点头。那我就静候佳音了。江明月嗯了一声，低头喝茶时，却听谢渊说：“你只有10天的时间。”我知道了。这10天保护好自己，别再受伤了，不然他恐怕会忍不住直接出手的。好。忙忙碌碌中，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经到了月底。这日下午，一个20出头、身着青衫、长相英俊的客人进了锦绣坊。这位客人要买什么布啊？张子静看了一眼一脸不高兴的吴梅。下等棉布。吴梅撇撇嘴，转身道：“许我来吧，自个儿看，瞧上哪匹布了再换我。”你能否给我讲讲哪种布料相对好一些？江明月距离二人并不远，听男人问得很细，好像很了解布的样子。江明月扫视他一眼，哎，这一次他看得很仔细。江姑娘，将这种纱布给我来上8尺。好的。江明月收回视线，飞快地裁剪完布，然后递给了客人。你慢走，欢迎下次光临。张子静问完下等棉布，又询问中等棉布的时候，吴梅表现得已经很不耐烦。你到底买不买布啊？不买就不要妨碍我做生意。买，不过你能否告诉我，为何要将有瑕疵的布放在这里售卖？我想卖就卖，关你何事啊？这人问题还真是多，你不买就赶紧走，别耽误我做生意。这布虽有瑕疵，但几乎可以忽略。农家人穿衣是不讲究这些的，他们在意的人是价格。正是因为这些布有瑕疵，所以比其他中等的棉布要便宜1文钱，买者甚多，这也是我们将布放在这儿的原因。当然，卖之前我们会向客户说清楚，绝不会欺骗客人。张子静轻轻地点了点头，对江明月的回答甚是满意。就你知道的多，谁让你多管闲事了？这是我的客人。能否请你将那匹绸缎拿给我看看？看什么看啊？你又买不起。江明月看着转身准备离开的吴梅，这位客官，我给你拿吧。我婶家里出了点事情，近来心情不好，望您大人有大量，不要和他计较。他倒是挺会为别人开脱的。你个死丫头，你诅咒谁呢你？你家才出事了呢，我家里好着呢。老娘的客人用得着你插手吗？你算哪根葱啊你？看什么看呢？光忙了你负责吗？张子静淡淡的看了眼吴梅，转身就走了。本来他心情还挺好，现在全都因为这个伙计给败坏了。江明月余光瞥见男人已经走出了锦绣坊，他抬起头来，深深的看了一眼吴梅，什么都没说，转身继续工作。今日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江明月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现在一切都只是自己的猜测，等到事情有了结果再告诉谢大哥也不迟。这几句方言好难啊，我发音总是发不准。谢大哥，明日再学好不好？他的声音又甜又糯，听起来就像冲他撒娇。谢渊心头一软，很没有颜色就答应了。只不过明日他恐怕是无法教他了。明日我要去京都，后日才能回，后天晚上你再过来学习。京都啊，我们那边有句俗话，想长见识就去京都。说来我和阿弟来宛平这么久，还未去过京都嘞，改天一定要过去玩玩。谢大哥经常去京都吧？可是京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很多。谢渊挑拣着和江明月说了一些，然后很随意地问：
如果让你在京都买处宅院的话，你想买一处什么样的宅院？2进2出吧，这样家里要是来个客人什么的，也不用担心没地方住。再有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水井，前院最好有一棵枝繁茂盛的大树，夏天可以在树下乘凉，还要做一个秋千。同一时间，人家，南姨，我是张子骥，3年前你去府里，咱们还曾见过一面。韩兰兰看着面前的男人，恍然大悟，怪不得今儿个瞧见他，只是觉得有些眼熟呢。原来是少东家，少东家快请坐。南姨，你们这一辈的老人也算是看着我长大的，叫我子敬就好。少东家这般的平易近人，韩兰兰更是不敢托大。东家近来可好？他一直都以为今年和往年一样，巡视各店的都是东家，没想到来的竟是少东家。多谢南姨关心，阿娘身体极好，只不过作为小辈，我们都希望她能放下担子，多休息休息。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会慢慢接手家里的铺子。二人聊了一会儿家常，张子敬问起了铺里的情况，韩兰兰是言无不尽。聊到最后，二人自然就聊到了4个伙计身上。韩兰兰将他们的情况分别给张子敬说了一番，提起江明月时又多说了几句，赞不绝口。听他口音，倒不像是宛平人。他是江南人士，家中落了难，带着弟弟来咱们这儿投奔亲戚，谁知那亲戚早几年前就搬走了，好在这边还有一未婚夫。张子敬点点头。吴伙计，一直都是如此。关于吴梅，韩兰兰一句坏话也没有说，但她又好像什么都说了，什么年纪大脾气暴，总是得罪客人，不好沟通，简简单单几个词儿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张子敬，吴梅已经不适合当伙计。毕竟是店里老人，在锦绣坊做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让他自己请辞，多付他2月月钱。少东家仁义，我晓得了。今日怎下学这么晚？于夫子邀请了新晋秀才林先生给我们讲课，故迟了些。哦，听到新晋秀才姓林，江明月想到林婶儿，所以多问了一句：这秀才叫什么？林寒山。就是他。姐姐认识林秀才？有过一面之缘，谈不上认识，不过我和他娘妹妹很熟悉。这些时日我带回来的豌豆糕就是在他娘那里买的。他娘可知咱家的情况？知，林婶知我有一弟弟在于氏私塾的甲班读书。怪不得林寒山今日对他那般的和善，怪不得临走之时还特意的赠送他一本书，原来是因为阿姐的缘故。在讲什么？没什么。姐，明日我们会随着于夫子前往于家庄参与夏收，3天后回。我去帮你收拾几件衣裳。不用，一会儿我来收拾即可。我不在的这3天，阿姐要保护好自己，暂先不要去谢先生那里学习方言了，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好。江明月闻言突然想到，昨天晚上谢大哥说的是你来学习方言，而不是你们。那谢大哥是不是早就知道弟弟他们会去于家庄呢？我知道了，你也是。现在天气热，到于家庄收麦时带上草帽，多带点大盐水，小心别中暑了。我知道了。今日可是有什么喜事？我发月钱了，这算不算喜事？吴梅的事情呢，他并不打算告诉弟弟。的确是个喜事，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姐姐。这月月考的成绩已出，我是第2名。我弟弟真棒呢，私塾里讲的什么？300张纸。就在姐弟2人分享喜悦的时候，周家，别哭了，事已发生，哭有什么用啊？当家的，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不甘心，回来这么久，我算是想明白了，我绝对是被那个贱蹄子给算计了。就这样放过他，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周大山眼中寒光一闪，正欲开口，门突然被推开，紧接着浑身痞气吊儿郎当的周兴走了进来。娘，这口气我帮你出。去，你怎么帮我出气啊？别瞎捣乱。周大山看着小儿子，双眼闪了一闪，别说，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行，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无论你怎么做都可以，只一点，不准闹出人命，等东家走了再行动。爹娘，你们就瞧好吧。不过，他笑嘻嘻地搓了搓手。周大山掏出1两银子丢给了儿子。还是爹大方。吴梅看着儿子拿着钱乐呵呵走了，眉头紧蹙。小心能行吗？别的事他或许不行，但这件事他绝对能做好。
咱们等着瞧就是了。谢大哥，我在。江明月还没有走进书房，就闻到了一股酒气。谢大哥，你喝酒了吗？谢渊嗯了一声，我去给你沏杯蜂蜜水吧。他找到蜂蜜，沏了一杯浓浓的蜂蜜水，然后拿着走进了书房。谢大哥，你还好吗？离开医馆的时候，谢渊其实并没有醉，回来的途中风一吹，他就有些不舒服了，头重脚轻，总之感觉很不好。他本想睡一觉或安安静静的眯上一会儿，没想到江明月这么早就来了。少女说话的时候，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清香随风吹了过来，十分勾人。谢渊忽然觉得有些口干舌燥。谢大哥，你没事吧？认识谢渊这么久，江明月还是头一回见他这样，脸色潮红，双眼迷离，一副醉态。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吗？要不然他为何喝这么多酒？没事，我一会儿就好。喝杯蜂蜜水吧，解酒。谢渊接过来喝了一口，不由得紧蹙双眉。有些甜是不是？我记得很浓，你喝了我再给你倒杯水。谢大哥，我帮你将窗户打开，凉快。谢渊喝着水，视线却不由自主地落在了江明月身上。她这身衣裳真好看呐，而且十分贴身。谢渊双眸颜色转深，喉结开始微微滚动。谢大哥，你眯会吧，等舒服些了就早点回屋休息。谢渊嗯了一声，江明月见他听见了，转身正要走。明月，啊，他叫他明月。江明月还没有回过神来，一只手突然搭于自己腰上，紧接着他整个人不受控制的跌坐在了谢渊的怀里。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快到江明月没有反应过来，男人的薄唇已经印到他粉唇上，异样的气息带着温热铺天盖地而来。江明月的眼睛瞬间睁大，整个人僵在了谢渊的怀中。夜很静，窗外的风悠悠的，书房内烛光摇曳，地上清晰地倒映出两道纠缠在一起的身影。谢渊的唇就这么贴在他的唇上，有些迟疑，也许有些贪恋。夜很静，窗外的风悠悠的，书房内烛光摇曳，地上清晰地倒映出两道纠缠在一起的身影。谢渊的唇就这么贴在他的唇上。当他开始试探地扣开他齿背深入的时候，江明月瞬间清醒过来。江明月双脚触地，迅速离开他怀抱，慌慌张张地就站了起来。可谢渊的身体比脑子反应还要快，伸手就握住了少女的手。挣脱不开的江明月又慌又怕，失措之下抬起另外的一只手，啪的一下就扇了下去。男人握住他的手松了开来，江明月得到自由，连往后退几步，与谢渊拉开了距离。脸上的刺痛感让谢渊瞬间恢复了理智。他起身的那一刻，江明月本能的后退一步，显然被他吓得不轻。谢渊就这样站在原地，并没有靠近他，免得再吓到他。明月，对不起。看着江明月睫毛微抖，一滴晶莹的泪水就顺着眼角滑了下来。谢渊好心疼啊，抬手想将他脸上的眼泪擦掉，他却缩着脖子往后躲了躲。谢渊终究放下了手。明月，我会负责。以我现在的状态，不适合谈论人生大事。你先回去，咱们明日再聊。江明月闻言提起裙摆跑了出去。谢渊望着离开的人儿，喉咙轻滚，又坐了下来，一脸的懊恼。他从未想过要轻薄他，最起码现在不行，无名无分的。他本来想着慢慢来，谁知会突然失控。哎，看来往后真的不能再喝这么多酒了。谢大哥，天热了，我做了炸酱面，你是随我回去吃，还是我端过来在这里吃？谢渊很强势的，并没有给他第三种选择。稍后我过去吃。好。灶房里，谢渊知道江明月来了。明月，摘2个黄瓜。又是如此亲昵的称呼，江明月的心不受控制的快速跳了几下，缓缓吐出一口气。好。谢渊接过黄瓜，眼神温柔的看着面前的人。灶房热，快出去吧，午饭一会儿就好了。江明月有些不自在的避开他视线，嗯了一声，然后就走了出去。早上我见灶房的面板上放着一道菜，昨天晚上在军又来吃的饭。前天东家来了。
江明月将认出东家故意挑衅吴梅又引发吴梅发怒的事情给谢渊仔细讲述了一番。你做得不错，不过略有不足之处。江明月闻言求教地看向了谢渊。你不该直面吴梅，应将自己摘出去，事后他恐怕会将辞职之事怪到你的头上，难免不会报复你。他倒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再就是你的伎俩恐瞒不住你的东家。江明月一副这你都知道的表情，这倒是让谢渊取悦到了。你太好懂了。再就是这伎俩并不算高深，只要你们东家不蠢，事后必然能猜到。吴梅那边别太担心，只是我的猜测罢了。不过日后在锦绣坊要多长一个心眼。江明月轻轻地点点头。谢渊看着江明月逐渐放松下来，他说起了正事儿。这2天我会请官媒到你家提亲，咱们先定亲，年后成亲如何？啊？这2天我会请官媒到你家提亲，咱们先定亲，年后成亲如何？啊？江明月都惊了，现在定亲，年底就成亲？不行。谢渊了一声，静静地看着他，好像在问理由呢。如果你只是想负责的话，大可不必。一辈子那么长，总要找一个喜欢的人过日子。我可以当这件事情从未……明月，看着我的眼睛。二人对视，有些情绪不打算藏的时候，就这样从眼中透了出来。江明月有点承受不住他那灼灼的眼神，别过头来。明月。谢渊在开口的时候就直接握住了江明月的手。江明月心中猛地一跳，下意识地想将手缩回来，男人却是强势地握住他的手，并没有松开。很久之前我就想这么教你了。这些年我见过很多被誉为神童的学子，私塾里就有一个。江明宏和他们相比，并不是最出众的那一个。我不是闲着没事干，喜欢教人。我最喜欢做饭，但以前也鲜少下厨。我做这些事，皆是因为我对你存了那份心思。明月，我心悦你，知道了吗？男人表情严肃，目光无比的认真，这让他的心忍不住的砰砰乱跳起来。知道了。明月，你可愿嫁我为妻？我知道，我父母双亡，资产不丰，只是一举人，在做父母的眼中，实在不是什么良配。哪有这样贬低自己的？你很好。谢渊眼底闪过了一丝笑。我会一辈子待你好的，也会好好的去努力，做一个能保护你的人。江明月低着头，半晌才小小声地说：我考虑，还要和阿弟商量一下。他抬头看了一眼谢渊，我父母健在的。好，我知道了，考虑好了就早点告诉我，知道吗？江明月了一声，然后抽了一下自己手，可他没有抽出来。你是不是可以松开我了？谢渊哪里舍得放手啊，另外一只手也盖在了二人手上。不想。江明月没想到他会这么说，面孔当时羞得通红。登徒子，骂起人来都这样的勾人。谢渊微微的眯起眼睛，深邃的瞳眸含着一丝笑，大拇指情不自禁地于他细腻柔和如玉的手背上摩挲了几下。只对你一人如此。他的话语中满是柔情，浑身上下透着舒心。